小心台阶。郎君，你等等我，今日我与你同城。行了，不用送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回去多睡会儿啊。不是送你，我想借用你的马车，顺路送我去趟铺子。走啊，别磨蹭了，我今天有好多事儿呢。走啊，郎君。你怎么垮着个脸啊？没有。你怎么不多问两句啊？问什么？问我为什么不高兴？没看我都不说话了。我刚不是问了吗？你说没有。啊！我说没有你就不问了？你再多问两句我就说了呀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那个铺面是不是所谓的黄金铺面啊？是。难怪，开在街心，若步行逛到这儿，刚好晒得慌，路过的人都不禁想要进去转转。最适合做那种茶饮、胭脂类的小宗生意，真不错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黄金铺面。施安兄，此番乡试中榜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感谢，我此次回来是来看望恩师的。哎，这不是顾九思的马车吗？是啊，对啊。哎，郎君到了书院要好生读书，别惹学究生气。若是觉得累了，就再坚持坚持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顾兄，久违了。哦。玉柔妹妹，不知可否一叙啊？一去便是，不需要经过我同意。多谢郎君。玉茹妹妹，谁呀她？凭什么这么叫？人家是青梅竹马，倒也不足为奇吧？你谁的人说什么呢你？啊，听听他们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快点。玉茹妹妹，过得还好吗？一切都好。可是我听月儿说，你下嫁到他们顾家是被逼迫的。他顾家势力再大，也不能强娶啊。
若你真的受了什么委屈，定要告诉我。当日是玉茹愚钝莽撞，错把良缘当作凶险，让叶公子误会了。你跟顾兄是良缘？是。郎君与我是天赐良缘。若真是天赐良缘，你怎会提着刀去青楼找他呢？玉茹妹妹，我知道你生性怯懦，若真的受了委屈，你定……叶公子，我生性并不怯懦，也没受什么委屈，更不会忍辱负重，让叶公子怪心了。玉茹妹妹，叶公子，如今我家主人当称顾少夫人。说得对，是我失言了。叶公子，还未恭喜你秋闱高中。那也恭喜顾少夫人燕儿新婚，恭喜！多谢。聊完了，聊什么了？没听太清，就听见了一个什么恭喜高中。高中？高中有什么了不起了？你看他那个德行，这玩意儿最坏了。聊完了？啊，那你去铺子吧，我上学去了。郎君，不问问我方才聊了些什么？有什么好问？那就好，那我走了，好生读书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也会让你恭喜我高中。不是我，公子绝对没有让我去偷听您说话，都是他自己猜的。我一猜他就说这个。是，那是自然了。哎，刘玉茹，你心中的好男儿如意郎君，是不是非得高中啊？那倒也不是。可你从前很欣赏叶传。从前是从前，现在你既已是我郎君，那便是缘分使然。不管如意或不如意，我都会同你好好过。你不用和旁人比。无论如不如意，我都会同你好好过。他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是不是说嫁都嫁了，凑合过呗？即便心里不满意，然后嘴上也就不说，是吗？好像是这个意思吧？勉勉强强的嫁给我，真没意思。公子娶她不也是勉勉强强？扯平了。顾兄，顾兄，你我早就相识，同窗一场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就别讲。哎，行吧。那我就直言不讳，不兜圈子了。你自小随心所欲，不拘小节，可如今已成家为人夫，是不是应当修身自律，善待尊夫人啊？我和我夫人怎么样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尊夫人与佳妹是手帕交，也深得祖母厚爱。我呢，也算看她长大的。若是因为她嫁于你而受了什么委屈，那她既然嫁给了我，我便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
我会把它视为心头肉、眼中珠，我会把它视作我的命。他若是想要，就算是星星和月亮，我也会摘下来给他。叶珊，这论读书考取功名，我是不行，可论如何为人夫君，还轮不着你教训我吧？哼，告辞。公子，你刚才的气势，把叶氏安噎的没话说，就是听起来跟真的似的。什么跟真的似的？就是说少夫人的那些啊，听起来还真有点像肺腑之言，听得我竟然还有几分感动。哎，公子，你该不会说的就是真的吧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啊，对了，公子，那咱等会儿逃学去哪玩啊？我先去准备着。玩什么玩啊？好好上学。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爱。孟夫子这句话是说，人在少年时会敬爱自己的父母，等长成了少年，情窦渐开，便会怀春动念，恋慕美丽的女子。笑什么？没见识！《诗经》有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知慕少爱，乃是大雅。顾九思，顾九思。顾九思，94，先生，啊，心猿意马，魂不守舍，胸无点墨，还不好好听课？你，给我上来，把这一篇背一遍。孟子，行，行了，知好色。今日若背不出此文，给我抄20遍。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爱。有妻子则慕妻子，士则慕君。不得于君则热衷，大孝忠慕父母。50而慕者，与于大顺，见之矣。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，顾九思现在全都会背，还一个字都没错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大长进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他的夫人会耍大刀啊！九思他肯定吃了大苦头啊！你背下去，顺往于田。顺往于田，则无既得闻命；豪气于民天于父母，则无不知矣。公民高曰：“是非而所知也。”夫公民高以孝子之心，为不若是夹。我竭力耕田，公为此之而已矣。父母之不我爱，于我何在？好，太好了！好！我，是啊。可是经商诸事，我跟随婆婆耳濡目染，才会了些门道皮毛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。这个幽州来的周老板，采买货单动辄1000件万件，这是一笔大生意，不是寻常小客。光是这单生意也就罢了，若是能借此打开幽州的客源，那才是络绎不尽的订单。
这样大的生意，我万一弄丢了，或是没办妥，岂不是损失颇多？我只是一个新手，我怕我不行吧？那你做还是不做啊？你若不愿意，我倒也不勉强。我做。见过顾夫人。周老板久等了，请坐。请。久闻顾夫人出身名门，聪慧过人，为顾家打下了金玉满堂的家业，乃江南首屈一指的商业奇才。周某也是佩服不已。如今得见，没想到您竟然生得这么年轻啊！周老板误会了，主母江氏是我婆婆，我是顾家的长媳。还请您见谅。周老板是贵客，我定会尽心尽力做好这桩生意。承蒙关照。这是我此番的采买清单，还请您过目。邵将军，要不要再看看别家？顾家商号口碑一流，货品齐全，整个扬州不出其右，是绝佳的选择。采买军需，毕竟责任重大，顾家竟让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子出来做生意，我还是不大放心呐。女子又有何妨啊？顾家的主母也是女子。至于说年轻，倒也无妨。方才我与邵夫人进行沟通的时候，我发现她是一个思绪敏捷、谈吐得体的清爽明白人。纵然顾家可靠，可让一介幼主出来掌舵，若使唤不动那些旧臣老兵，恐怕也难成事啊。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在军中见的还少吗？此番出行，我们是以商人的身份，作为商人，当然是要货比三家。从明日起，我们多接洽几家商铺，以作备选。是，走吧。少夫人，哎，怎么样啊？掌柜们着人回话了，都说忙得脱不开身，一时来不了。一个都来不了吗？嗯。那他们回话的时候，可说什么时候能来？都说近日事务繁多，说不准呢。少夫人，他们这分明就是欺负咱们吧？各铺掌柜是顾家商号的老人儿，他们见多识广，看我们年轻，这个下马威，我们怕是非吃不可了。罢了，我明日逐一上门去问，只要事情能办成，怎么都好说。可他们这么怠慢，只怕少夫人亲自上门，他们也不配合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总会有办法的。